嘿嘿，我阿豪啦。今天的故事是我在台灣2月旅行時所發生的趣事與恐怖事件第1部。由於故事太長了，所以我分成2部。這集主要都是搞笑的部分啦，大家就把它當作日常片來看吧。但都是真的發生的真實經歷啊。這件事發生在今年2月，那時候我跟朋友去台灣旅遊。2月的台灣天氣還帶着點濕冷，尤其是在台中。晚上的風吹過來，是會讓人忍不住縮脖子的。好冷哦，今天都快12度了。那天晚上大概8點多，我們2個在飯店滑着手機，肚子也突然咕嚕叫了，也很剛好的，矮查到了一家網絡上很有名的溫體牛肉火鍋店，距離我們住的地方大概5公里。我肚子好餓哦，看到有一家牛肉火鍋。想吃嗎？不錯。那你敢不敢騎腳踏車去吃啦？我半開玩笑的挑釁我朋友。騎什麼腳踏車啦？是有病是不是？幹嘛不叫車啦？怎樣？不敢是不是？落雞哦，那麼近也就5公里而已啊。我朋友矮是那種受不了激將法的人，他眉毛一挑，誰怕誰啦，反正現在有那個電動的 U-Bike， 不用踩自己就會跑了啦，走啊走啊。我們2個興致勃勃的就往樓下的 U-Bike 站走去，結果一到站點，我跟矮當場傻眼，因為整排停車柱停滿了普通的腳踏車，但就是沒有半輛那種橘白相間的電動版啊，一輛都沒有。哇靠，那怎麼辦？要不然我們先租普通的，然後騎着普通的去找電動的。哇，好主意！我們還真的租了普通的腳踏車，沿着街邊的站點一個一個找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在騎大概2-3個路口後，我們終於在一個稍微偏僻的站點看到了2輛閃閃發光的電動 U-Bike。有了！換上電動腳踏車後，矮得意地說：“這簡直不要太爽，5公里 easy 啦 easy。”當時的我也覺得確實很爽。2月的晚風迎面吹來，我們根本不費吹灰之力，只要輕輕踩幾下，馬達的輔助動力就推着我們往前飛了。沒過多久，我們就到了那家牛肉火鍋店。但就在我們把腳踏車卡進停車柱的時候，矮突然看着空蕩蕩的站點，眉頭一皺。話說這裡也只有我們剛剛停進去的2輛電動，你說有沒有可能我們吃完出來後，這2輛就被別人騎走了？我大手一揮，不以為然地說：“吹，不可能啦！現在都幾點了，怎麼可能那麼衰？”此時製作這影片的我理解了這一句話：人在外地，話真的不能說得太滿。我們走進了火鍋店，點了滿滿一桌那溫體牛的顏色紅潤，丟進高湯裡刷個3秒，拿起來還帶着粉嫩的血色。哇，這裡的肉鮮啊！我沾着沙茶醬吃得滿嘴流油。是真的耶，這牛舌超嫩的啦！矮也跟着附和。我們2個就像餓死鬼投胎一樣，狼吞虎嚥地享受着這頓台灣美食。那1個多小時裡，我們的世界只有牛肉、高湯和無盡的快樂。吃飽喝足，我們打着飽嗝，心滿意足地走出店門。走着走着，我們2個的笑容同時僵在了臉上。站點上一排普通的 U-Bike整整齊齊的排在那裡，但我們剛剛才停的那2輛電動車沒了，1輛都不剩。Fuck！幹怎麼辦？
我不想騎普通的回去啊！我摸着自己因為吃得太飽而凸出來的肚子，哀嚎着5公里啊！我這雙肥宅腿會死人的啊！矮導師很快就冷靜了下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兄弟，怕什麼？不就跟剛剛來的時候一樣，我們再租普通的，騎去找電動的啊 ，easy 啦 ，easy。誒，有道理啊，我怎麼忘了這招？於是我們2個吃得太撐的笨蛋，又接下了尋找電動車的重任。我們騎着普通的腳踏車，在台中的街道上，像是無頭蒼蠅一樣亂竄。就在經過一個大十字路口的時候，我眼尖遠遠的就指着前方站點的一抹橘色，誒，有一輛，終於有一輛了！我興奮的大喊，心想一輛是一輛，至少我可以先得救。矮也流着滿頭大汗，跟着興奮的喊：衝啊！呀！我們用盡了全力往前衝，終於可以放鬆了。但這時，一個看起來剛下班的路人姐姐悠哉地走到那輛電動車旁邊，拿出悠遊卡。清脆的解鎖聲響起，她把車往後一拉，跨上去，連看都沒看我們一眼，就這樣騎走了。我整個人瞬間失去動力，連人帶車滑行到停車柱旁，直接雙腿一軟，癱坐在地上，冷汗混着熱汗狂流，我眼角甚至還沾着點淚光，奄奄一息地說：我的電動 bike 就在我面前被搶走了，要是我再快多1秒。矮把車停好，似曾相識的又走過來，搭着我的肩膀，他眼角也帶着點淚光，語重心長地安慰我：算了吧，兄弟，往好的方面想，我們都已經騎到這了，這裡普通車這麼多，要不我們卡個 bug， 現在把車插回去，10分鐘以內還車是不算費用的哦。誒，可以，你也太聰明了吧！插回去，換別亮。熒幕上亮起了紅燈，顯示着循環警告。哎呀，靠北，我忘了 U-Bike 有規定，還車之後，如果要在同一個站點再租車，會被鎖卡15分鐘啊！此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你怎麼不早說啊？還在那邊耍帥？哎呀，失策，要不我們走路去找電動的吧？矮尷尬地滑開手機。我剛剛還發現 U-Bike 的 App 上面其實是可以看到哪裡有電動車的位置的。我無奈地嘆了口氣。哎呀，好吧，我們就這樣在冷風中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沿着導航走了一段路。還真的有誒，就在前面那個站點，但又只有一輛。就在這時，我看到一個戴着耳機的台灣男生，也正朝着同一個站點走去，方向很明顯，就是要搶我的那輛唯一閃着橘光的電動車。我眯起眼睛，喂，矮，你信不信我們前面那個男生也是想租借那輛電動車的？怎麼可能啦？連續2次在我們面前被搶，這幾率也太低了吧！我可不敢再冒險了。我深吸一口氣，肥仔的潛能瞬間爆發，我直接邁開腿，朝着那個站點狂奔而去，以100米衝刺的速度，硬生生的超車了那個路人男生，搶先一步把悠遊卡拍在那個感應器上，解鎖成功。我把車拉出來，跨上去，然後回頭望向我朋友的方向，但卻發現，不好意思。
嘿嘿，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完哦，也感謝右上角加入我會員的土豪們哦，阿豪萬分感謝，也愛死你們了。最後，喜歡好恐怖動畫的大家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哦。我們下個星期見嘍，拜拜。